这个现代小姐姐因在家贪吃，一不小心卡住，无人在身边救她，竟然穿越到了这个同名同姓的六叶身上。原主是宰相之女，可惜平常嚣张跋扈，无人关心，嘎了都没有人知道。刚刚穿过来这个朝代，竟然要嫁给陈王，发配那寒苦之地。幸运的是，携带空间一起过来了，六叶只能离开之前，狠狠地偷一把。哦，不是借一把。奇怪，怎么没有见到金子？这老东西存了这么多金子，一看就是个十足的大贪官。什么情况？六叶发现屋子的灯是亮的，心里生出了一丝恐慌，警惕地凑了过去。这么晚了，妹妹怎么过来了？姐姐还真是有远见，这些衣服很适合你。刘月指着床铺上堆的那一大摞粗布麻衣，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辛苦妹妹帮我拿进来了。姐姐，看我这衣服好看吗？云锦料子的，贵着呢。刘月在六叶的面前转了几圈，展示一下自己的新衣裳。好看。母亲还说要把郊外的那2个庄子留给我当陪嫁，不仅如此，还答应把城里最好的那几家铺子也送给我呢。哦，是吗？那姐姐就预祝妹妹早点找个如意郎君了。刘月再次愣住，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六叶，这还是那个刁钻跋扈的六叶了吗？时间也不早了，姐姐我明日还要出门子呢，你回去吧。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耳边也传来了一道破锣嗓子的声音：时候不早了，该给大小姐上妆了。大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陈王府的人就要到了。六叶被2个婆子提溜到了梳妆台前，他们的动作粗鲁，但内心却不再害怕六叶。谢谢。六叶闭眼继续睡，外面的天还黑着，他觉得起得太早了。我还以为这大小姐会大闹一场，没想到会这么乖顺。2个婆子开启了碎碎念模式，絮叨个不停，仿佛出嫁的是他们的女儿。大小姐才13岁，就要嫁给那个嘎人如麻的陈王，还要跟着他一起流放，怪可怜的。六叶闭眼任由婆子摆弄，直到被塞进轿子里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哎呦，错了。李公公瞪着婆子，责怪他们办事不力。婆子扭过六叶，再次掐着他的脖子摁了下去。陈王只需揭开王妃的盖头，这就算礼成。牧尘带着掌风的手扫出，六叶的盖头被掀翻在地。我的天呀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呢？牧尘冷眼转身进了屋子，六叶正要跟过去，2个婆子开始扒六叶的衣服，拆卸他的头饰。为了王爷的体面，这喜服和凤冠是静妃娘娘出银子做的，既然堂拜完了，自然是要还回去的。六叶心中疑惑，婆子将她的双肩包和拉杆箱扔了过来。时候不早了，王妃该上路了。接上集说到，那从小惧怕我的妹妹离开我房间，第2天我匆忙和陈王成亲后，随即被催卒启程。陈王妃，陈王今日就要被流放了，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，请王妃上车。六叶看着车夫和马车，只能上车。你还别说，这马车坐着还真挺舒服的，流放嘛也可以当成一次旅游，嘿嘿。冰儿，咱们回吧。柳飘飘叹了一口气，看着马车渐行渐远。小姐，不去跟陈王道个别吗？冬儿眉头皱得紧紧的。小姐有多爱慕陈王，她是最晓得了，更何况她还是陈王未过门的侧妃，去探望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不去了，我是很喜欢沐尘，但也绝对不会和他去过极北那种苦日子的，更何况爹爹也说了，他能不能活着走到极北，如果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去看望他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名声，那往后就很难找到好婆家了。柳飘飘回答得很干脆，说完就越过了二丫下了楼。见小姐这么坚决，冬儿没再劝，请王爷王妃下车。下车？不是说极北离这5000多里地吗？这才多大一会儿就到地方了，这沐尘可是皇子，怎么可能让他受苦呢？嘿嘿，想来这流放也不过是一丝一丝罢了。
好借此来堵住悠悠之口。心里正想着，眼前一道暗影压了过来，沐尘冷眼扫了一眼他，率先走下了马车。六叶也不犹豫，赶忙拉着行李箱也跟了出去。等来到外面，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城门口。王爷，老奴只能送您到这儿了。静妃娘娘托我给您带个话，一定要保重身子。为了陈王不被京城的那些百姓围观，静妃娘娘特意向皇上求旨，用马车将你们送到城外。多谢公公，母妃日后就要劳烦公公多照顾了。说完，转身大步流星的去了前面的队伍。六叶傻傻的杵在那里，完犊子了！看来真的是得用这两腿调凉到极北了，我好想撂挑子啊！没办法，六叶只能拉着箱子跟上了。2个时辰后，队伍正式进入了官道，其实就是砂石路修的，比较平坦一点。六叶撑着遮阳伞走在队伍的后头，这2条腿走的都要不听使唤了。虽说这拉杆箱不重，但也得用手拽着。现在好渴呀，一手拿遮阳，一手这行李箱，现在腔子里渴得都冒烟了也。腾不出手来喝点什么，这个沐尘什么玩意儿，走那么快干嘛？显得他腿长吗？心里郁闷至极，无意间抬头，发现那些男人的目光不时地向他这里看，就连沐尘也是回头瞪了他2眼。啥情况？这家伙为何都是这种眼神盯着我？他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身子，当瞧见了被汗水打湿的衣服之后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娘的，就说那帮糙汉子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看呢？感情被汗水打透的里衣都贴在身上了。虽说里面也穿了一个肚兜，但那真丝面料薄得跟纸似的，凸起的那2个玩意儿看得真真的，再加上这2个东西发育的又好，这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，太辣眼睛了。这下亏大发了。这陈王妃不但长得美艳，就连身段也好看，再加上那套像眼镜里衣，看着可太勾人了。啊，我的脚！张丫头，我妹妹的脚崴了，您看这也快到晌午了，不如咱休息一下吧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好你个憨憨，咱们不得做样子。原地休息，直起锅灶。还是家里舒服，累得我真不想出去受那苦。六叶在空间里面休息，直到衣服干了才离开。这小东西吓成了这个样子，莫非……眼瞅着那些人越走越近了，他毫不迟疑地打开了拉杆箱，把小东西塞了进去。小姑娘，刚才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狼崽子在这里经过？原来刚刚我收进去的是狼，不是狗啊。姑娘可曾看见？哦，没有。回过神来的六叶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尽管心里面有那么一丢丢的担心，但他还是想把那个小家伙救下来。算了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想来里面这小东西也是没有爹和娘了，如今也和我一样，都成了孤家寡人了。生怕把他给闷嘎了，六叶赶紧打开拉杆箱，把小东西放出来。你以后跟着我有我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，放心吧，我罩着你。李雅文见从六叶身边经过，他眼珠子转了转，直接把脚丫子伸了过去。哎呦，王妃，你踩我脚干嘛？他捂着自己的脚丫子，疼得龇牙咧嘴的，眼睛又看向了不远处的沐尘，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感情这碰瓷儿从古代就有了，只是这技术也太拙劣了点。离这么远的距离，我连脚丫子都没碰到他，就说踩他脚了。要是不瞎的话，谁看不出来？正想对他两句，李志文一脸焦急地凑了过来。妹妹，怎么样？他一脸心疼地瞅着李雅文，而后又不满地看向了六叶。妹妹的脚扭伤了，还请王妃不要为难。我都要被气笑了，听这货的意思，不仅认定是我踩到他脚了，而且还是故意的，这是组团来碰瓷了。可惜了这张面如冠玉的脸，既然这都欺负到头上来了，怎么能忍？你说我为难他是吧？行，那你……他的话说了一半就没有声音了。要想活命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咬牙切齿地瞪着他，就晓得这女人不会安分。虽说刚才没亲眼见她踩到李雅文，但以这女人嚣张跋扈的名声，想来这是能干得出来，要不然刘贼怎么会把她嫁过来？对上这杀气腾腾的眼神，六叶直接认怂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六叶拽着拉杆箱，撒丫子就逃。特么的，差点把命交代了。
没想到那活阎王那么可怕。他低头看向怀里的小家伙，正眼巴巴地望着他，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总觉得他很担心自己似的，瞬间被感动得不要不要的，再次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亲人啊，往后咱们就相依为命了。瞅着陈王妃吓得躲了那么远，歪嘴得意地看了一眼张牙头，而后扯着脖子喊了起来：开饭了！一听说开饭了，李雅文第一个冲在了前头。走了这么久的路，肚子早饿瘪了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歪嘴面前2个食盆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在经过沐尘身边的时候，正直直地盯着他的脚踝。走路如此灵活，可不像受伤的样子，难不成我是错怪了那女人了？暗6和暗7相互对视一眼，李姑娘是故意把脚伸过去的，而且王妃也没有踩到她。王妃是刘贼的女儿，想着就算受点委屈也没什么，竟然就给吃这个，这米粥也太稀了，连有多少个饭粒都能查得出来。怎么是稀粥呢？为什么他们吃的是干饭和腊肉呢？李雅文一脸不满地指着那些带刀侍卫碗里的米饭和腊肉。李姑娘有所不知，这是朝廷的规定，流放的犯人是不能吃干的，小的这也是按规定办事。你胡说，王爷怎么能和那些囚犯比呢？还不快！李雅文的话还未说完，李志文就凑了过来。妹妹听话，不要为难张牙头。哥，他们就给咱们吃这个稀粥，吃这东西哪里有力气走路？这是朝廷的规定，不要任性。李志文扫了一眼面前的张牙头，拉着李雅文回去了6页，瞅着盆里稀溜溜的粥。还好自己有空间，要不然还不等走到极北，估摸着就得饿嘎了。这清汤寡水的哪有营养？心里正寻思着，一个大铁勺子伸了过来。王妃您端好了。歪嘴贱嗖嗖的舀了一大勺子的米粥，倒到了6页的碗里，还贴心的盛了一丢丢咸菜。哦，好，见过丑的，还真没见过像他这么丑的，鲶鱼嘴都挨到耳朵牙子了。属下再给王妃剩一勺吧。歪嘴贱笑着，又从盆里面舀了一勺米粥，正要放到6页的碗里，没想到被6页侧身给躲开了。够了，再看下去，怕是饭都吃不下去了。这货长得也太磕碜了。歪嘴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，绿豆眼里划过一抹狠色。这女人竟然嫌弃我，等以后落到我手里，定让她尝尝我的厉害。6页端着粥碗，在路过沐尘身边的时候，偷偷的扫了一眼，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皱。按理说这活阎王可是皇子，手下的人多了去了，想吃什么没有？没想到竟然也吃这个。不过这都不是他管的事，他端着碗回了自己歇脚的地儿。小狼崽子正抻着脖子望着他。漂亮姐姐手里一定是好吃的，还是这包子的味道好吃，嘿嘿。正要再咬一口，就听到了一旁吧唧嘴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小狼崽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，这小东西是真馋了。空间还有不少狗粮来着，虽说这小东西是狼崽子，但狼和狗应该算是一个物种的。战神真棒！他这话一出，走在前面的沐尘身子明显一降，冰冷的目光扫向了身后的6页。王爷，那有只狼，我害怕。他委屈巴巴地瞅着沐尘，说完眼泪就挤了出来。王爷正瞅这小畜生不顺眼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家战神吓到你了。那这样，我们去后边，离你远一点。说完，6页拉着箱子就往后跑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人家后台硬，惹不起，咱还能躲得起。沐尘瞅着那女人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攥了攥拳头，转回头继续赶路了。我还以为王爷就算不掐嘎那女人，也会打嘎那只狼崽子泄气的。风七扫了一眼李雅文，这李姑娘还挺能挑事的。他目光又看向了跑到大后方的6页，眼里划过一抹赞许。这小王妃自保的能力还挺强，幸亏聊得快，要不然肯定没好果子吃。队伍徐徐前行，6页走在了最后头，也庆幸自己刚才跑得快。那活阎王太强，我实在是干不过他。瞅着这李雅文毫无避讳的向活阎王抛媚眼，想来人家的关系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了，不行，看来得尽早离开了。
王妃的嘴就没停过，还真把这当成游山玩水了，一会吃这个，一会喝那个，心真大，我都羡慕了。听着路人的议论声，沐尘皱了皱眉，竟然有人敢到丞相府的金库，胆子够大。只可惜自己不在京城，要不然这人一定要会会。想到这里，他目光又扫向了队伍后面一脸悠哉的六叶，幽深的眸子眯了眯。难不成是看错了？我怎么感觉那女人笑了？六叶确实在笑，听着那些人的议论声，高兴的都要控制不住了。没想到自己还成了江洋大盗了，这名字听起来顺耳，只是没想到那老东西反应倒挺快的，这么快就发现了金库的事情。一想起之前刘月在我面前吹牛逼，说雕是送他这个那个当陪嫁，现在怕是连毛都送不起了，嘿嘿。正在他心里想着美事儿的时候，李志文一把拉住了他。我在楼上给你单要了一个房间，这是钥匙。李志文一脸阴沉地瞅着面前的妹妹，怎么能不晓得他的那点小心思？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妹妹和沐尘在一起的。瞅着哥哥真的生气了，李雅文接过了钥匙，气呼呼地走了。便宜这女人了，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，王爷是不会喜欢她的。哼！六叶也回瞪了他一眼。平白无故挨瞪，必须得瞪回去。瞅着活阎王身边那个空位，寻思了半天才走了过去。虽说不想和他挨着，但也没地方去。来到男人身边，见他一个人坐着，他眼珠转了转。嘿嘿，王爷，臣妾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王爷，晓得你和李姑娘心意相通，臣妾也不是那棒打鸳鸯的人，不如咱们和离如何？到时候您就可以和柳姑娘双宿双飞了。臣妾也绝对不再只碍您的眼。六叶笑得一脸的谄媚，虽说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但也算是成全了这男人。往后不用看着他烦了，而且还可以和美人正大光明的扯淡，简直是一箭两鸟。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我警告过你，少整幺蛾子。这女人就是故意来恶心我的。虽说这大禹国有和离那么一说，但还没听说哪家夫妻真的和离的。和离是对男人最大的侮辱。而且还是这女人先提出来的，这女人爹害我身败名裂，这是来补刀了。不和，哦不是，是不离。臣妾是开玩笑的，臣妾肯定对王爷不离不弃的。红烧肉的味道做得还不错，真好吃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王爷饭菜有问题，王妃晕了。王爷小心有刺客。王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想来是二皇子派来的。李志文正想再问，赵丫头带着侍卫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一脸担忧地瞅着沐尘，眉头拧得紧紧的。快把这里清理干净。身后的侍卫刚一进屋子，张丫头就带着人冲了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他一脸错愕地指着面前横七竖八的尸体，一副吃惊不已的样子。按6按7对视了一眼，没说什么。好吵，什么声音啊？死人？怎么有这么多的死人？没想到派了你们这一群废物过来，沐尘竟然毫发无伤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不是说他们都已经中了迷药了吗？为何沐尘和他那2个手下还好好的？都给我住嘴！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好好的一次行动给毁了。这下子打草惊蛇，再想动手怕是更难了。一群废物！大人，赶紧把那些尸体处理掉。
免得让人发现什么。你已经不适合待在这里了。几人又聊了一阵子，怕引起别人怀疑，李志文匆匆地回了屋。想家，好想回家呀！越想心里越憋屈，鼻子一酸，大颗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，不断地往下流。黑暗中，沐尘幽深的眸子盯着墙角那抹弱小的身影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开心才是。我一直想把他弄嘎，可这会儿，我不但心里没有恨意，竟然还觉得他有点可怜了。李雅倩得意地坐在门口，正一脸挑衅地看着六叶。瞅这意思，人家昨天一定是洗澡了，好让人羡慕啊。王妃这箱子也不轻，属下帮您放到车上去吧。不用了，王妃不必客气，这车上多您一个箱子也无妨的。都说了不用的。沐尘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瞧见六叶拽着箱子，气哄哄地走出了院子。这死女人，装给谁看呢？我去上个茅房，回来我给你换药。小家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望，又看了看他的脸，很明显没明白漂亮姐姐的意思。远处的暗妻控制着抖动的身子，都要憋不住了。这小王妃还挺有意思的，也不晓得王妃吃的那是啥，样子怪怪的。表现不错，那咱就再来个男的。小家伙翻着白眼人瞅着面前的六叶。姐姐虽然长得漂亮，可这脑子好像不咋好使。远处的沐尘不满地盯着六叶，一听他喊那小畜生战神就来气。这小畜生还挺厉害的，倒不是因为他找到了包子，主要是他准确无误的将那笨女人走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小畜生的嗅觉惊人。拿来吧你！老者想叫住歪嘴，但看到他凶狠的样子，最终没敢开口。赵牙头不满地看着歪嘴，又看向了老者篮子里的鸭梨。老人家这鸭梨怎么卖的？1文钱2个。赵牙头掏出20个铜板，买了40个鸭梨。就这样，很快卖完了。六叶来到跟前，发现筐里连个梨核都没有了。下手慢了，真可惜。六叶看到老者一边数着铜板，一边皱着眉头。哎，这么点银子，自己攒的钱还不够老伴的医药费。这个你拿回去给大娘看病吧。老者吃惊地看着银锭子，连连推辞。你就把这个篮子卖给我。还真的是你，这下妹妹的仇能报了。你们是说我吗？六叶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眼前的几个大汉很面生，瞅着他们那一副要嘎人的样子，这心里就更糊涂了。不是你还能有事？停，咱能把话说明白吗？你们是真把我弄懵了，好歹也说出个理由来。你就是刘贼的女儿六叶。刘贼娥，没错呀。六叶皱着眉头，听这意思，好像和那老东西还有关系。那就对了，我妹妹就是让你爹给祸害了，这债就由你来还。说完，他看了一眼身后的男人，一同凑了过来，拽着六叶往一旁的林子里进。放开我！谁和你有仇，你就找谁去！快放开我！六叶使劲地挣扎着，没想到是那老东西的风流债，竟然算到自己头上了。瞅着面前两凶悍的大汉，六叶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什么狗屁妹妹被霍了，那都是借口。远处的张牙头见沐尘没有要伸手的意思，得意地望着六叶。看来今儿个这是成了，等这女人被拖走了，那就是我的了，以后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了。不仅如此，这女人身上还带了不少的银子，一想起以后的吃穿都不愁了，哈哈。他赞许的目光看了一眼身旁的歪嘴，这事儿你干得不错，到时候也让你尝尝这女人的滋味。暗六和暗七看的也是直皱眉，手里的拳头握得咯咯直响。那几个男人一瞅就是奔着王妃来的，这货胆子还真肥，就不怕沐尘宰了他。李雅倩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，瞅着六叶要被拖进林子了，她高兴的不行。连清白都没了，怎么还能有脸活着？更不可能在王爷的身边了。完犊子了，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。沐尘，就算你不介意戴绿帽子，难不成也不在乎皇家的颜面了吗？我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王妃，这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的话，那皇家的脸可就丢大了。话音一落，只觉眼前一道黑影闪过，紧接着束缚他胳膊的两只手就松开了。过来。沐尘冰凌的脸看着狼崽子，
这家伙想干嘛？为什么叫我过去？我要是不过去，肯定会打扰我和漂亮姐姐。算了，给你点面子，我过去吧。你想不想保护你的漂亮姐姐？如果想，你以后晚上等他们睡着了，我训练你，以后你就可以保护那笨女人。好啊好啊，看这样子这个人也没有那么讨厌了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狼在树林里面训练着。我怎么看见活阎王在揉战神的脑袋？六叶猛地睁开眼睛，原来是我看错误了，那家伙并没有摸战神，战神也和他有一段距离。于是六叶又躺下来，小家伙摇着尾巴凑了过来，直接趴在了他的旁边，又心虚地看了一眼沐尘。六叶目光看向了面前喝粥的沐尘，既然这队伍里也有他的人，为啥不弄点好的吃呢？奇怪，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看我？这家伙是后脑勺子长眼睛了吗？怎么感觉他知道我在看着他呢？六叶忙别过了头，给战神倒了半盆的狗粮，又从包里面摸出了个馒头，配矿泉水噎了下去。饭后开始启程，六叶仍然是走在最后面。现在不离开，我是傻子了。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，我想洗澡都不方便，吃点什么也不方便，还有危险。老娘我就不陪你们走了，拜拜嫩。王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歪嘴一脸得意地瞅着六叶，脸上的褶子都堆成山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早知道不离开队伍了。战神死死地咬着歪嘴的屁股，眼里一片猩红，瞅着这小畜生死咬着自己的屁股不放。歪嘴也急眼了，举着手里的刀向战神砍了过去。突然间，一道刺眼的寒光晃得他睁不开眼。你没看他咬着我屁股不放吗？暗期冷眼盯着歪嘴。若不是主子有交代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弄嘎。你跟我说有用吗？这狼崽子又不是我养的。战神乖，松开他，他屁股臭。回去我给你肉包子吃。可这小东西的嘴就像长到他屁股上似的，就是不松口，直到把歪嘴的屁股撕了一块肉下来，歪嘴才解脱。安七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我是主子叫我来的。你要谢主子吧。这些人也真是的，完全可以再睡上半个时辰，起这么早干嘛？真是个懒女人，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起的。若不是看她一个人在这躺着，给自己丢人，我早就出去洗漱了。这客栈不远有一个大集，想着让大家备一些常用的东西。他目光看向了沐尘和李志文，而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风七。王爷若是老喝稀粥的话，即便是再好的身子也会虚的，更何况他的身子还中了毒。我去外面采买。李雅倩也喜滋滋地站了出来。我也去。哼，我就想趁此机会多备一些东西，到时候也不会瞅着那女人吃的时候馋了。我也要去。真是瞌睡了就有人给送枕头，我正愁空间里的那些好吃的没法拿出来呢，这下可有借口了。不行，蛋七已经去了。他一脸阴沉地盯着六叶，想起了昨天晚上见到歪嘴时那凄惨的样子，心里就来气。为什么？六叶冷眼看着他，瞅着这货一脸算计的样，明摆着是找他的麻烦。张牙头一脸得意地瞅着六叶，你们囚犯每组只能派一个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六叶一个大嘴巴子直接呼了过去。你这女人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我嘴巴子！你说谁是囚犯？皇上的定罪诏书上可有本王妃的名字？他目光又从众人的身上扫了一遍。我与王爷成亲之时，我家王爷流放的罪名已经定了。本宫之所以一路跟着，一来是夫唱妇随，二来是我也不放心王爷的身子。你一个没有品阶的狗奴才，竟敢给本王妃定罪，怎么着？你权力还大过皇上了？六叶昂着，胸霸气十足，瞅着张牙头的脸色越来越冷，迷人上有3分血性。六叶也是有底线的，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。昨日的事情心里面还窝着火呢，正好趁此机会发泄一下。爷爷，这女人是活腻歪了。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你就要5S。看别人有。六叶心情好的没边儿，瞅着身旁的毛驴，不受控制的嘿嘿直笑。我今天的心情和我前世第一次提新车时心情简直一模一样啊！瘦弱的毛驴也时不时的翻着白眼，偷瞄着六叶。这新主人怎么老是一个人傻笑呢？脑瓜子好像有点不正常啊！六叶自然是不晓得毛驴心里是怎么想。这一路上，
脑子里都在畅想着幸福生活。队伍停下来休息，六叶赶忙把驴车拽到了一旁青草茂盛的地方。那卖驴的人说了，如果每天都让它吃饱的话，要不了多久，这毛驴就会胖起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又从空间里摸出了一个袋子，金黄色的玉米面，刚放到毛驴面前，就被他闻到香味儿了。我还从未吃过这种精细的粮食，在之前的那个家里，就是那种麦皮麦麸都是轮不到我吃的。原来你这么喜欢吃，我本来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担心，以为你这毛驴瘦是因为肠胃不好，不爱吃，现在我是放心了。嘿嘿，照这么吃下去，不愁你不长肉，更不用担心走不了远路了。这能吃能喝的，应该是什么毛病也没有。看来真是因为吃不饱才这瘦。喂饱了毛驴，六叶拿出了一个一人用的小炉子，一个小锅。今天就煮点方便面，毕竟中午休息的时间短，做不了太复杂的东西。不过我这样已经很知足了，比嚼着那干巴巴的馒头幸福多了。六叶在箱子里拿了2袋方便面，一根火腿肠和一捆小油菜，还拿了2个鸡蛋出来。换成以前的话，我是吃不了这么多的。可今天嘛，就算是吃不了，也要都放进去，嘿嘿。陆续的都下到了锅里面，很快香味就从里面飘散出来，馋得他不住的吸鼻子，引得周围的人也不时的向这边张望，也不晓得陈王妃锅里煮的是啥东西，闻着可怪香的。王妃捣鼓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挺奇怪的，以前可从未见过，闻着可挺香啊。那市场我也去了，怎么没见过有这玩意儿？瞅着姐姐盆里那香喷喷的东西，小家伙不住的吧唧嘴急的小爪子直往她的身上搭。这货把狼脸都丢尽了，也没饿着他，至于馋这样吗？去把你那吃饭的家伙拿来。话音一落，战神蹭的跳上了马车，很快又叼着自己的饭盆跳了下来。就这手积极，这速度都快赶上火眼王了。从锅里面挑了差不多半袋方便面给他，又倒了些面汤，自己这才开始吃了起来。这东西太好吃了，可惜少了点，没吃2口就没了。六叶装作没听见，继续吃着盆里的面。不仅如此，速度还快了起来。见姐姐不理自己，战神急了，嘴巴子直接伸了过去。滚！快让开！快让开！你们赶快让开！这毛驴疯狂了，救命啊！哎呦啊，疼死我了！一时间，毛驴车所过之处，哀嚎声一片。这个女人一天不搞点事情出来，第2天肯定早早的就没有消停的时候。王爷，呵呵，我这驴有点认生，还有可能吧，估计吧是我的技术不好，嘿嘿。看着杀气腾腾的火阎王，六叶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看着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众人，嘴角狠狠一抽。我这毛驴车杀伤力这么大吗？这也没循环碾压呀，咋能伤到这么多人呢？王妃，您这是草菅人命，此事我一定要上报朝廷，任皇上。这次我负全责，这100两银子就当是医药费了。原本还在地上一脸痛苦的侍卫们，在见到六叶手里的银票时，都不龇牙咧嘴了。果然没有银子办不了的事，本以为先拿出100两探路，如果不行的话再往上添，真没想到这100两银子就给平了。张牙头恶狠狠地瞪着六叶，又恨铁不成钢地扫了一眼面前的这些废物。100两银子，这帮蠢货就同意了。那女人的银子可不止这些的。这驴若是再发狂的话，本王就一掌拍嘎他。是，臣妾晓得了。看来指望你拉着我去极北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今日再为你最后一次，以后咱们就各奔东西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顺着驴毛，瞅着面前已经乖顺下来的毛驴，嘎了他的话于心不忍。虽说相处没几日，但也有感情了，那就把他放在这里，看他的造化了。希望你别遇到心黑的，要不然你就直接上肉摊了。也不知是不是这毛驴听懂了，抬头幽怨地看了一眼六叶。六叶隐约看到蹄子上有一丝的血迹，这蹄子难不成是发狂的时候伤到了？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腿，见他不抗拒，又试着抬起他的蹄子，想看看下面有没有伤口。远处的暗七眼睛正直直地盯着这边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这小王妃也太冒失了，就不怕那毛驴子发狂把他给踢了？就连身旁的牧尘也是冷眼盯着这边。
这笨女人真是蠢，这么危险的动作都敢做，一点功夫都不会。若那毛驴发狂的话，一蹄子就能踢嘎他。此刻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心里全是汗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边，而六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危险，小心翼翼地抬起了那只驴蹄子。当瞧见了下面那道红肿的伤口时，眉头拧到了一块，竟然有一道这么深的伤口，里面还加了许多石子，难怪他会一直抬蹄子，离这么远都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，想来里面应该是发炎化脓了。这畜生不会说话，这得多疼啊！六叶摸出了医药包，再次抬起了那只驴蹄子，先用镊子将里面的石子清理掉，可能是触碰到伤口了。那毛驴的身子有点颤抖，还时不时地回头望他。你忍一下，这伤口若不处理的话，你这蹄子就废了。那毛驴就像听明白了似的，六叶也怕他发狂踢到自己，手上的动作很快。这伤口在蹄子的下面，药粉一撒上去就掉了下来，连续试了几次都是这样，咋办呢？如果不上药的话，伤口也不会好的。六叶愁眉不展地盯着那道深深的伤口，突然间眼前一亮，有了，这大号的夜用卫生巾挺好用的。暗七的脖子抻得老长，直直地盯着这边。那包着驴蹄子的东西是啥呀？看着还挺好看。等给毛驴包扎完的时候，队伍已经准备赶路了。那等这伤好了之后，我兴许还有机会能坐上毛驴车，嘿嘿。走了快2个时辰了，这毛驴仍旧是乖顺得很。这一个下午毛驴都没发狂，足可以证明我的药见效了。那等蹄子治好之后，我就可以坐上车了。想从空间里摸点吃的填填肚子，可瞅着面前的毛驴，他又不敢放松警惕，还是忍着吧，等晚上休息的时候一块吃。心里正寻思着，无意间抬头瞧见了前面那些人，有点不对劲。什么情况？为何一个个都是阴沉着脸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气氛也很是压抑，我也看不到前面啊。啊，死人，好多的死人。啥情况？死人不会吧？他拽着毛驴快速地跟了过去。当瞧见了前面林子里那横七竖八的尸体时，也是惊得目瞪口呆。穿着同样衣服的人倒了一地，目测至少也有20几个人，一个个死相恐怖，离这么远都能见到，还有睁着眼睛死不瞑目的。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人，说不害怕是骗人的。太特么的吓人了，哥我害怕。将头埋在了李志文的怀里，吓得浑身颤抖。不是说牧尘身边的人已经清得差不多了吗？那二皇子的这些杀手是怎么被灭口的？这可还是在二皇子的封地上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把人都给灭口了，可想而知这人的功夫有多厉害。张牙头也是不受控制的缩了缩脖子，瞅着这些人都是被一击致命的。目光在看向牧尘的时候，眼里多了一丝惊恐。赵牙头瞅着这熟悉的杀人手法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远处的牧尘。牧尘仍旧是那张冷脸，幽深的眸子里让人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。很快将那些尸体整理到一起，又派人去通知离这里最近的府衙。队伍正打算离开，站在后面的战神就嚎叫了起来。他眼巴巴地望着前面牧尘，姐姐刚才还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倒下了？可别嘎了。这惨白的脸色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想来是这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的缘故。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若不是买了这头病驴的话，也不会被折腾的瘦成这个样子，还吃不上饭。暗七皱着眉头看向六叶，这小王妃这几日被折腾的不轻，足足瘦了一大圈，哼打不了。牧尘冷着脸，打横将六叶抱起，像扔皮球一样直接丢到了驴车上，只是撞到了门里，还听到了一声不小的撞击声。暗六、暗七嘴角狠狠一抽，主子也太猛了，不晓得王妃会不会给摔伤了。就连周围的人也是看得直咧嘴，陈王下手可够狠的，里面传来这么大的动静，不会把陈王妃的脑子给磕坏了。就晓得王爷对这女人不喜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粗鲁的。等六叶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队伍已经停下来休息了，发现自己在车上之后一脸的懵，脑子里也断片了，正要下去问问，额头上传来一阵剧痛，伸手一摸肉乎乎的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，赶忙撩开帘子，见暗七在这里，忙问他：
暗七，我怎么会在车上的？还有我这头是怎么弄的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指着自己的额头，火辣辣的疼。之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王妃，你晕倒了，这伤是您自己撞的。王妃，之前你也晓得路上见到的那些喜人，当时我们都在看热闹来着。后来听到这小东西的叫声，属下才赶来这里，发现你已经在车里面躺着了，而且还是晕着的，所以属下猜测应该是您自己撞的。六叶看着他，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疼得又吸了一口冷气，转头又看向自己的毛驴车。我记得之前头有点晕，一定是那个时候摔到车上的，然后又滚进了车里面，这才把头给撞伤了。应该是这么个情况，要不然自己怎么可能在车里面？这队伍里只有我和李雅倩是母的，她不会那么好心抱自己上车，更何况她也抱不动自己。至于那些糙汉子们就更不可能了。先不说自己还是王妃的身份，就是那套男女授受不亲也不会管我的。至于那活阎王就更别寻思了，要是不弄嘎，自己都烧高香了，还会好心将我抱上车去。对，王妃说的没错，应该是这么个情况。暗七点头如捣蒜，没想到这小王妃这么上道，这脑回路一般人是比不上。周围的人互相交换着眼神，却没有人开口说话，气氛显得有些尴尬。见过蠢的，没见过这么蠢的。等一下，我晕着的时候是你在牵着毛驴吗？平时他可都是守在活阎王身边的，如今守在这里，难不成是给我牵驴来着？哦，是我家。对上牧尘的冷眼，暗七赶忙改口，是属下牵的驴。暗七本想在六叶面前给主子刷点好感，却被牧尘的冷眼打断，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。哦，那谢谢你了，一会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六叶大手一挥，一副豪爽的样子。暗七眼里一亮，一听说六叶请他吃好吃的，口水就要出来了，仿佛已经看到了美食在向他招手。嘿嘿，王妃，属下来了。瞅着暗七这张贱嗖嗖的脸，六叶压下了想呼他一巴掌的冲动。平时瞅着这货跟那活阎王一样挺高冷的，没想到一遇到吃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既然答应请他吃好吃的，我也没打算耍赖啊，要不然也不会拿出这么多鱼来。你吃吧，给我留一块就行了。他边说边要伸手去拿鱼，可这手才刚抬起来，还没碰到鱼，面前的鱼全部没有了。多谢王妃，那属下就不客气了。暗七一手拿着鱼，咧着嘴跑回去了。想叫住他，但已经晚了。瞅着炉子上剩的鱼，气得脑仁疼。早知道就等吃完再叫他了，现在可倒好，最好吃的被那货给拿走了。暗七忍着烫，将那的烤鱼送到了牧尘面前。王爷，您吃鱼。自从流放以来，主子还没吃过鱼，正好趁此机会补补身子。可还没等牧尘说话，一旁的暗六冷眼飞了过来。你就知道吃，主子的话忘了。当初在王府里，主子再三告诫我们，刘贼把女儿塞过来一定有阴谋，让他们一定要防备王妃。你可倒好，一见到吃的就把主子的话给忘到脑后了。这若是在里面做了手脚，岂不会害了主子的性命？暗七不满地看着暗六，又看了一眼没打算吃鱼的主子，嘴里不满地嘟囔了起来。王妃不是那种人，主子心里不也明镜似的吗？当初刚开始接触王妃的时候，我也是很防备的，毕竟她是那刘贼的女儿，也怕她对主子动手脚。可我这一路观察下来，王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，不但对主子没有什么企图，反倒还躲她躲得远远的，甚至还在寻找机会离开。我从小跟在主子身边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自认为看人还是能看得挺准的，自己都看出来的事情，想来主子自然也能看得出来，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暗中去救王妃的，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正在这时，一枚树叶从头上飘了下来，趴在树上的暗一急的直勾手指。从小王妃烤鱼的那一刻，他就直直的盯着，早就被馋得不行了。反正我也活不长了，就算有人在上面做手脚也不怕，不过是早嘎几天晚嘎几天的事情。几人相互对视，暗一这是也想吃鱼了。暗七看了一眼面前的牧尘，见主子没说话，这是同意了。他抱着手里的鱼去了旁边。这小王妃烤鱼的手艺是真不错，又麻又香，这味道比京城里的馆子做的都好吃。听着头上那两个货吃的那么香，牧尘不被察觉的叹了口气。暗意中的毒比我还深，
这些日子还一直在暗中保护我，也确实该补补了。怎么见活阎王的身边没有暗器的影子？这家伙不晓得藏哪儿去吃，毒食了我也是带了活阎王的那份的，毕竟他也救过我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让暗器拿回去那么多。没想到暗器那家伙那么护食，也不怕撑着了。见炉子上的鱼晾的差不多了，他擦了擦手，准备开灶，捏了一块还未放到嘴里，耳边又传来了吧唧嘴的声音。这个很辣，你确定要吃吗？远处的沐尘瞅着六叶，一脸算计的样子，就晓得这女人没安好心思。战神冲着六叶不断的点头，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手里的鱼肉吃到嘴里。那行，辣着了，可别赖我。六叶得意地将鱼肉塞到了战神的嘴里，战神只嚼了一口，身子登时一僵，快速地将嘴里的鱼肉吐了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瞅着这货辣成这个样子，就得让这货长点记性，省得下次和我抢吃的。六叶没有注意到远处的沐尘，眼珠子都要飞过来了。这死女人没安好良心，连自己养的狼崽子都算计。见战神辣得可臂转圈，六叶给他倒了一盆凉水。还要吃吗？他瞅着姐姐手里的那块鱼肉，拼命地摇头，再也不吃这东西了。哈哈哈哈！遭报应了吧？哼！你把我的额头撞肿了。六叶不满地盯着面前的小樱，又指了指自己的额头。我之前撞的还没好呢，这又给回把炉，怕是得养上一阵子了。小樱瞅着六叶的额头，翻了一个大白眼。你瞅着这你小东西不屑的样子，好像撞人还有理了。真想逮过来教训一下，但六叶不敢。虽说这小樱不到1斤重，但这可是个凶狠的物种，搞不好他娘就在这附近看着，这祖宗可得罪不起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！六叶像赶苍蝇似的撵着小雏鹰，等把他娘招来麻烦可就大了。本以为这小东西会离开，没想到还是那副傲慢的样子，扬着脖子冲着六叶翻了个大白眼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被讹上了吗？就连战神也是不断的冲着他龇牙，释放危险的信号。可这小东西视若不见，不仅如此，还闭上眼睛了。赶紧走，我这不欢迎你。六叶又用手指戳了戳小家伙的身子。你还别说，这毛茸茸的手感还不错。小樱仍旧是那副傲慢的样子，一副我今天就不走了的样子。都给我滚出去！暴力的将两个家伙丢了出去，这一幕把周围的那些人都看傻眼了。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见过老鹰和狼能和平相处的。打这只雏鹰来这的时候，沐尘就一时观察着，没想到那女人蠢得要命，还净招些聪明的。夜色渐深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大家也累了，都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一声轻微的口哨声响起，战神猛地抬头，直直地盯着远处的沐尘，见他正朝着自己勾手指，回头看了看睡得正死的姐姐，摇着尾巴去了男人的身边。小樱睁开了眼睛，瞅着战神去了男人那边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睡得跟死猪似的六叶。这蠢女人就知道睡，养个白眼狼多不知道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树上的暗衣掉了下来，直接砸在了他的帐篷上。是属下的错，请王妃责罚。虽说王妃不受主子待见，但她毕竟是主子的王妃，尊卑还得是有的。更何况错也确实是在她。你是谁？属下暗衣，是负责暗中保护王爷的。刚才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了，让王妃受惊，属下甘愿受罚。一的头垂得很低，一副全凭您说了算的样子。从树上掉下来的？你……六叶指着暗衣的鼻子，刚要说点狠的，可对上了沐尘森冷的眸子时，立马闭嘴。你以后小心点！哼！他狠狠地瞪了暗衣一眼。哼！有那活阎王在呢，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都不成，憋得真难受。整得他都不敢睡觉了，生怕睡着的时候会被什么东西吓醒。熬了一会儿，还是熬不住了，眼皮子开始打架。正迷迷糊糊的要睡着时，耳边传来压抑的咳嗽声。原本这夜里就静，尽管那咳嗽声带着明显的克制，但仍旧听得很清晰。是谁半夜3更咳得这么严重？四周寻摸了一圈，虽然林子里黑漆漆的，但依然能辨别声音的方向，是从活阎王那边传来的。
这个声音不是活阎王的，也不像暗6和暗7的，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刚刚树上掉下来暗1的。这咳嗽声一听就是从脏腑里传出来的，比较严重的那种，想来那个叫暗1的应该病得不轻，要不然也不会大意到从树上掉下来。我之前还想着活阎王怎么会用这种废物，现在想来不是那么回事。黑暗中，李志文的眼睛也是睁着的。听那人的咳嗽声，病得就不轻，难不成是沐尘暗自备的暗卫？按理说不应该，除了现在跟着他的暗6和暗7之外，那些人中了那么深的毒，早应该嘎了才对。啥情况？6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战神直冲自己摇尾巴，这是邀功来了，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。干得不错，虽说我的空间里不缺这东西，还是挺开心的，起码吃起来可以光明正大的，也不会被别人怀疑。正打算把野鸡处理一下，可一转身，额头上又遭了重重一击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。他摸着肿胀的额头，正要发火，就瞧见了面前活蹦乱跳的大鱼，一抬头就见小雏鹰得意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还不时地看向对面的战神，挑衅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。野鸡算什么？我这大鱼可是从水里抓来的，而且这笨女人昨天吃的也是鱼，想来应该比较喜欢吃鱼的。战神也不示弱，瞅着小雏鹰不断的龇牙，抓到鱼又怎么样？姐姐也不会喜欢它的。这货竟然还没走呢！6叶气得摸起大鱼就要往小家伙的身上砸，可手扬在了半空中又停了下来，看了看手里的大鱼，又想了想自己的额头，凭啥给他还回去？就当是这货给自己的赔偿了。拎着大鱼和野鸡去了河边。暗1，你跟我急也没用，这口粮都是暗人头发，你让我上哪给他弄吃的去？那我们出银子还不成吗？暗7不满地看着张牙头，这货就是故意的。那哪儿成啊？这每个人的口粮都是上面包下来的，我哪敢做这主？张牙头双手向外一摊，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。一旁的赵牙头也是气得直攥拳头，虽然很想替他们说话，但又找不出合适的借口，毕竟暗仪不在队伍人头之内，每个人的口粮也确实是需要上报的。张牙头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才为难他们。想不到赫赫有名的暗自七雄，竟然被欺负成这个样子。可作为王爷，又不能破坏朝廷的制度。李志文一脸的淡然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虽说这事儿对沐尘无关痛痒，但他看着就是心里舒坦。远处的6叶一边吃着手里的包子，一边抻着脖子看热闹。张牙头那家伙一看就是故意的，明显是在为难活阎王他们。虽说看着也挺来气，但看着暗姨那家伙更来气。一想起昨晚上的事情，哼，活该你没吃的。我不吃你们的就是。他梗着脖子看向张牙头，也晓得这货是故意的，他怎么能让主子为难呢？不就是不吃东西吗？再挨几天就能到镇子里了，到时候就有东西吃了，就算是吃不到也没所谓，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，也不差这几天。暗六瞅着张牙头，拳头握得咯咯直响，瞅着他要杀人的样子，张牙头却是一脸的得意，笃定他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自己做什么。也好，反正跟着我们喝稀粥也没什么营养，还不如跟着王妃静吃好的。6叶吃着包子的动作一致，特么的，吃个饭都能躺枪。正想冲过去痛骂暗器一顿，可对上那活阎王的眼神，又瘪茄子了，只能在心里面把暗器的祖宗问候个遍。愤怒的眼神恨不得将他的身上戳出2个窟窿来。我们家王妃对我们这些属下最好了，昨天还请我和暗意吃鱼来着，是绝不会看着暗意吃不上饭的，您说是不？哼，打今儿个起，这驴就归你牵了。是王妃。瞅着这货这么上道，6叶的心里舒坦了点，正要吃手里剩下的包子，看着面前的暗姨，他又停下了动作。给你的。暗姨看着6叶手里的包子，短暂的犹豫之后，还是接了过来。谢王妃。到了生谢，他一口下去就愣住了，一脸疑惑地瞅着6叶。这包子不但是肉馅儿的，还是热乎的，别人买的东西早吃没了，更何况是这种保鲜期短的包子，怎么可能还留到现在？可对上王妃警告的眼神，又乖乖地闷头吃了。这货的态度我很是满意，
就喜欢这种好奇心不强的。队伍开始行进，这回有人替他牵驴了，觉得轻松不少。不仅如此，也不用担心毛驴发狂了。这人心情一好，觉得没用多久就到晌午了。正当他脑子里寻思着中午吃点什么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暗意停下了脚步。王妃一会儿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没明白暗意说的话，正打算再问，前面就传来一阵喧哗，紧接着队伍就乱了。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，直接冲进了队伍，和大家打斗在了一起。这暗姨这速度也太快了，她是怎么过去的？之前只见活阎王有这速度，没想到这又来了一个。这古代人的功夫都这么妖孽，还有那暗七和暗六，平时看着不哼不哈的，没想到打起人来就跟砍瓜切菜似的。这古代人的功夫都这么妖孽吗？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战神也嗷的一声窜了出去，直接冲到了牧尘身边，替他阻挡着那些黑衣人，直咬那些人的脖子。想不到战神竟然会拼命的护着那活阎王，而且那一击致命的攻击方法，若没人教的话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暗七正在和众人打斗，无意间抬头瞧见了一个黑衣人，正朝着六叶摸了过去。他大惊：“王妃小心！”六叶一愣，等缓过神来的时候，那黑衣人已经来到跟前，手里的大刀正朝着他的面门砍来。完了，这次是真要领盒饭了，这次真的要完了。一对巨大的翅膀划破天际，小雏鹰如钢铁般锋利的爪子一把抓住了黑人握刀的手。立！小雏鹰紧接着一口刀向黑人的脖子，鲜血瞬间喷溅，黑衣人几乎未做挣扎便倒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六叶吓得双腿无力，拽着毛驴车的轱辘试图站起来，却听到远处暗七的惊叫声。王爷！牧尘一口鲜血喷溅而出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暗一！暗六快速扶住了即将倒下的暗一，看着他黑沉的脸色，显然是毒素已经扩散至全身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李志文的目光快速闪过一抹得意。虽然这次行动失败，但却逼得牧尘催动了内力，下次再机会动手。既然大家都没事了，那咱这就赶路了。张牙头的提议遭到了众人的反对，李志文更是直接站了起来。赶什么路？你没看到王爷受伤了吗？李志文的愤怒让张牙头有些蒙圈，不明白为何他会反对。那咱们明早再启程。你这身上也弄脏了，我帮你洗洗吧。六叶一边帮小雏鹰洗澡，一边温柔地和他说话。小东西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吧。小雏鹰享受着六叶的服务，虽然不明白他的话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就叫你小钢炮吧。小雏鹰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，满意的闭上眼睛享受。战神见六叶抱着小雏鹰离开，急忙跟在后面，发出幽怨的声音：小钢炮，我的小钢炮。六叶在小雏鹰的脑门上亲了一口，小雏鹰得意地看了一眼战神。暗九，过来。牧尘看不下去了，低声唤着战神：暗九，你主人叫你呢。战神一脸委屈，望着六叶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暗九，过来。战神犹豫之后，选择躺在六叶的身边，表示忠诚。王爷，你伤到哪儿了？真是羡慕人家，一遇到危险就晕了。六叶想起了早上煨好的鱼和鸡，决定趁现在炖上。王妃叫属下有何事？暗七被六叶的炖鱼香味吸引，屁颠屁颠地凑了过来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暗一得了什么病？暗七犹豫之后，决定告诉六叶真相。暗一他没得病，他是中毒了。中毒？六叶不可思议地看着暗七，又看了一眼闭目养神的暗一。是二皇子干的。暗七把之前牧尘他们中毒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，听得六叶直啧舌。六叶消化完信息后，看向暗七：去把暗一叫过来，咱们也吃饭。暗七快速地将暗一带了过来，六叶给他们盛了米饭。那些都是你们的啦。暗七兴奋地扯下鸡腿，又小心翼翼地看向六叶，然后悄悄跑到牧尘面前：王爷，给您鸡腿，可好吃了。那死女人的东西，我是不会吃的。暗七急了，王爷体内的毒发了，只喝稀粥怎么行？王爷，您就吃点嘛。暗七瞪了暗六一眼，若不是他主子，就兴许吃了，气得他咬着鸡腿回去了。
看了一眼身旁虚弱的主子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，继续闷头喝粥了。你还别说，这小钢炮抓的鱼还挺鲜。六叶一边吃着鸡腿，一边吃着锅里鲜嫩的鱼肉，吃得正香时，眼角余光瞅着暗七悻悻地回来了，他直接翻了个大白眼。若不是看暗一是病号的话，还能从他手里再抢一碗米饭过来，这菜太好吃了。暗一主动去刷碗，不管六叶怎么拦着，他还是执意要干。打今儿个起我就能睡里面了，最主要的是可以搞小动作了，想想都开心。六叶铺好了被子，就把帘子放下来，来到空间，小钢炮眼睛一亮，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哦。小钢炮躺下，乖乖的在里面眯着。六叶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就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掀开帘子的一角，正好对上战神的那张大狼脸。属下来。暗一开始引起了炉子，如今自己要靠王妃养着，怎么好意思白吃饭不干活？六叶并不晓得暗一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为了能让这家伙多补充点营养。王妃，您做的这是啥好吃的？暗七贱嗖嗖的凑了过来，上次就是这味道，都要把他舌头给馋掉了。六叶掀了掀眼皮，我就知道这货就得凑过来，幸亏多加了一袋方便面。你一个人？牧尘不满地瞪了一眼暗六，这货竟然也动摇了，我才不会吃那笨女人的东西。暗六直接闭嘴，不敢言语了。六叶又拿出了方便面和蛋，旁白的暗一目瞪口呆。六叶瞪了一眼暗一，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哦。一会便煮好方便面，暗七手快到，让六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被暗一端走了。六叶气得直磨牙，那可是他的蛋啊！暗七端着盆里的方便面和蛋跑到了男人面前，六叶拿药碗，你把这个都吃了吧？暗一看了看手里的药，这药丸我是没有见到过的，也没少吃药，不过这鲜艳的小肠粒还真是头一回见过，说不定还真的有效果。属下听从王妃的安排。六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暗一身上，关注他的细微变化。怎么回事？我这一上午就觉得身上火辣辣的，而且肚子还有往下坠的感觉，老想着上茅房。暗一的不适感在下午愈发强烈，他不得不夹着腿走，以掩饰身体的异常。暗一一边放着烟雾弹，一边冲进了林子里，试图寻找一丝缓解。你这味儿也太冲了，瞅着这速度，这是要收不住了。六叶不满地瞪着暗一的背影，开始担心他的状况。他中了那么深的毒，该不会洗到里边吧？王妃止步，暗意还在里面。他在干嘛？好，瞅着这家伙一脸便秘的样子，一看就是有事情。王妃止步，暗仪正在如厕。如厕？那家伙已经进去半个多时辰了，如厕这么长时间，骗鬼呢？是，暗仪自从吃了您给的药，这一天就没去过茅厕。不仅如此，还全身发热。暗七一脸的尴尬，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委婉的说法了。坏了，不大发了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，害得让暗一遭了这么半天的罪。六叶从袖子里掏出了一瓶果导片，希望这能解决暗一的问题。你把这个给他送去，保准一次见效。暗七皱眉瞅着面前从未见过的小白瓶子，又看了看六叶，明显是在犹豫。让你拿给他，你就拿给他，都说了一次见效的。六叶对暗七的犹豫感到不满，坚持让他将药送给暗一。暗七冲进林子，一刻钟后出来。王妃，暗一好像情况不妙。六叶缩了缩脖子，脑子里已经想到暗一在林子里是什么情况了。暗一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多谢王妃关心，属下没事。这是我新给你配的药，效果应该比之前的好很多的。药。暗六和暗七警告的看向暗仪，昨儿个这货被折腾的，差点把嘴从屁股里拉出来。这若是再吃王妃的药，那脑子真是进水了。牧尘冷冷的目光，这些女人不折腾喜暗一事不罢休了。暗一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思，委婉地拒绝了六叶的好意。属下这身子怕是回天乏力了，就不浪费王妃这药了。昨日是我欠考虑，不过今天这药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的，也许真的能治你的病的。谁不想活呢？谢王妃。暗一，我烤的馒头好了，不敢劳烦王妃，属下自己去取即可。你先吃着，我再给你盛碗粥来。六叶将馒头递给暗一，
转身去准备粥。王妃，六叶见暗一正举着手里的2根空筷子，一脸幽怨地盯着他。六叶瞪了暗七一眼，这货也太贪吃了，竟然连病号的东西都抢。反正王妃的炉子上还有那么多呢。暗一跟着六叶来到驴车旁，好香，好想吃。暗一闻着锅里的肉粥，不受控制地吸了吸鼻子。六叶给暗一盛了一大碗的小米瘦肉粥，谢王妃。暗一赶忙接了过来，大口地喝了起来。这粥可真香，不但有滋有味的，里面还有瘦肉，还有这馒头烤的也好吃，外边焦脆，里面软香，也甜滋滋的。看着这货吃的连头都不抬了，看来很喜欢自己做的早餐。吃过早饭之后，大家准备赶路。暗一，今儿个你坐着赶车吧，这家伙昨天折腾的不轻，想来应该没有力气走路了。这暗一犹豫了，虽说现在好受点，但腿还是软的跟面条似的。瞅着面前的毛驴车，也是真的想坐，可让他和王妃坐一起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看出了这家伙的心思，应该又是那套男女有别。我坐里面，你坐外面。瞅着王妃进车里去了，暗一这回不犹豫了。谢王妃。到了生谢，刚要坐上去，前面就传来了暗七的惊叫声。王爷！暗一抬头，见沐尘一脸的痛色，嘴角还挂着血迹。六叶的脑袋也看了出来，瞅着活阎王的脸色那么难看，也是皱了皱眉。那家伙不会要嗝屁了吧？暗一也不知是昨晚没休息好，还是这驴车坐着舒服，这会子眼皮实在是睁不开了。王妃，什么情况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王妃，当瞧见了跪在地上的暗七他们时，又被惊了一把。你们这是瞅着他们一个个脸上都是哭唧唧的，难不成是那活阎王挂了？当看到了在地上躺着的沐尘时，心中一震，坏了，那活阎王还真的领盒饭了。心里正寻思着，暗一又朝六叶不断地磕起了头。王妃，王爷怕是挺不住了，求您帮帮王爷吧。话落，他的身子已经抖动了起来。自小和王爷一起长大，我们虽为主仆关系，但王爷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们的天。如果王爷不在了，我们活着也没奔头了。自从早上吃了王妃给的药之后，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好受多了，这说明王妃给的药有效果。如果也给主子吃的话，想来王爷也会和自己一样有所好转的，还请王妃帮帮我家王爷。求王妃。他们可瞅着暗一现在的状态，已经比昨日明显的见好了，现在是真的信了。我还以为挂了呢。行，我这就拿药去。虽说不喜欢这家伙，但我也并不希望他死，更何况我的安全还指着他呢。他赶忙爬进了车里，从箱子里摸出了之前给暗一吃的那几样药。这你们怎么还把这家伙给弄进来了？王妃王爷就拜托王妃了，属下在外守着。好烫，竟然发烧了，看来是必须得先退热了。短暂的犹豫之后，六叶又将手伸到了箱子里，拿了一盒抗生素和退烧药出来。这瞅着沐尘嘴里含着的药片犯了难，这要吃不进去的话，也发挥不了药效啊。眼瞅着这家伙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六叶也着急了。娘的，就当是做好事给别人做人工呼吸了，只是可惜了自己的初吻，就这么没了。含着嘴里的苦药水凑到了男人的面前，顺着他的唇缓缓送了下去。此车厢门口众人一个个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。你不要脸！虽然我对王爷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但也见不得这女人和他做这种亲密的动作。在这个封建保守的朝代，六叶的行为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接受。李姑娘，请您不要打扰王妃救治王爷。虽然我也觉得王妃的行为有点猛，可也晓得王妃是在救主子。王妃，您给王爷吃的药好像和给属下的不一样。之前王妃给我的药不是这种形状的，也不是这颜色的，真怕是拿错了药。毕竟主子的身体不如我，现在可经不起折腾的。他现在烧得厉害，我给他吃的是退烧的药。他看了看男人，将最后一口药续了进去。这下子放心了，只要王妃不给拿错药就行。唇上传来一阵温热感，沐尘眉头微皱，缓慢地睁开了眼睛，
看到的却是一双如蒲扇的睫毛在扑闪着。这死女人竟然敢对我无礼，真是活腻歪了。眼瞅着主子要动怒了，暗七将手伸了过去，快速的在沐尘的脖子上点了一下，他瞬间就动不了了。六叶则毫无察觉，一门心思的给男人喂药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眼睛睁开那么大做什么？六叶脸上划过一抹心虚，这家伙不会发现我占他了的便宜吧？这死女人竟敢对我无礼，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她。可自己被点住穴位了，动弹不得。他又看向了一旁的暗七，给他胆子了，竟然敢点我的穴位。暗七心虚的别过了头，不敢再看主子的脸色。王爷，那臣妾就得罪了。他仰头又喝了一口药汁，轻车熟路的凑到了男人的嘴边。嘿嘿，这便宜可不是我想占的。瞅着这死女人的脸又凑了过来，沐尘气得头顶生烟，可他不管怎么生气也是无能为力，唇上传来温热的湿热感，他虎躯一震，难以形容的感觉在身体里流窜，不可思议地瞪着面前这张放大的娇颜。